阿信觉得自己快要死了，不是病死，是像男人想死的。这话要是从别家姑娘嘴里说出来，顶多算句不知羞的胡话，可从阿信身上琢磨，就成了一件能让全村人惊掉下巴的奇事。桃花溪的阿信，那可是10里8乡出了名的好姑娘，人长得不算是顶尖的漂亮，就是一双眼睛清亮的像山里的泉水，看人一眼能把人心底的浑浊都给照清澈了。她手巧，一根最普通的麻线在她手里绕几下就能绣出活灵活现的喜鹊。她勤快，天不亮就起床，家里的猪食、鸡食，一家老小的早饭，她一个人就能打理得妥妥帖帖。她性子稳，村里姑娘们凑在一起叽叽喳喳说东家长西家短的时候，她总是在一旁安静地笑着，手里不停地拿着鞋底。这样一个稳重、能干、几乎没啥脾气的姑娘，怎么会想男人想死呢？这事儿得从半年前说起。不知道从哪天开始，阿信就变了。以前那个眼里总有活的阿信，现在常常一个人跑到村口的桃花溪边，一坐就是大半天，对着潺潺的流水发呆，风吹乱了他的头发，他也浑然不觉。有时候他娘喊他吃饭，要喊上3、4声，他才像从梦里惊醒一样，茫然的啊一声。他的绣活也变了，以前他绣的是山水，是花鸟，寓意吉祥，是准备着以后当嫁妆的。可现在他绣的都是些鸳鸯戏水、比翼双飞的图样，那针脚密密麻麻，红线绿线缠得紧紧的，透着一股子说不清道不明的痴缠劲儿。村里的王婆是最先看出端倪的。王婆是个热心肠，也是个大嘴巴，村里但凡有点风吹草动，都逃不过她的眼睛。那天她揣着一把瓜子，凑到正在溪边发呆的阿信身边，试探着问：杏儿啊，想啥心事呢？阿信被吓了一跳，脸唰的一下就红了，红得像他绣绷上的那对鸳鸯，支支吾吾的说不出话。王婆一看这情景，心里就有数了，她压低了声音，像发现了什么天大的秘密：哎呦，我们杏儿这是有心上人啦！阿信的头垂得更低了，几乎要埋进胸口里，捏着衣角的手指都白了。王婆嘿嘿一笑，觉得自己猜中了，便开始在村里四处广播：不得了了，咱们桃花溪的铁树开花了，那个闷葫芦阿信思春了。思春这个词带着点戏谑，又带着点暧昧，像一阵风，迅速吹遍了桃花溪的每一个角落。大家一开始不信，可见阿信一天比一天魂不守舍，也就信了7、8分。于是猜测阿信心上人是谁，成了全村人农闲时最大的乐趣。有人猜是镇上张屠户的儿子，那小子长得壮实；有人猜是邻村李秀才，那后生会念书；还有人猜是走村串户的货郎，那小伙子嘴巴甜。可猜来猜去，大家的目光最后都落在了一个人身上，村西头的石匠石头。石头不是桃花溪本村人，是3年前从外地流落到这里的。他来的时候衣衫褴褛，沉默寡言，只说自己家里遭了灾，想找个地方凭手艺混口饭吃。村长老实，看他可怜，又见他确实会打石磨，便让他在村西头那个废弃的旧窑洞里住了下来。石头人如其名，闷得像块石头，整天除了叮叮当当的凿石头，几乎不说一句话。村里人跟他打招呼，他也只是憨憨地点点头。他长得倒是不赖，高高大大的，眉眼也周正，就是脸色总是带着点病态的苍白，人也显得有些孤僻。大家为什么会猜是他呢？因为有人看见阿信去溪边发呆的时候，有好几次石头都会假装路过，远远地看他一眼。还有一次，阿信的篮子掉进了溪里，也是石头二话不说跳下去给捞上来的。
捞上来后，两个人站在水边，一个浑身湿透，一个满脸通红，半天谁也没说一句话。这下证据确凿了，王婆更是拍着大腿，言之凿凿，就是她，错不了。你们想啊，咱们阿杏是什么样的姑娘？她是本分，她能看上的肯定也是个老实人。那石头虽然穷了点，可人家手艺好，人也老实，这叫什么？这就叫天生一对。于是阿杏看上石头的说法成了村里公认的事实。大家看阿杏的眼神，从一开始的惊奇变成了带着善意的取笑。有时候阿杏从石头的窑洞前路过，身后总会传来几声压抑不住的偷笑。阿杏的爹娘也急了，他们倒不是嫌石头穷，庄户人家有手有脚就不怕饿死，他们是瞅女儿这个样子。这姑娘家的还没提亲，就自己先想上了，传出去名声不好听。再说那石头到底是个什么来路，谁也说不清，把女儿嫁给一个底细不明的外乡人，他们不放心。阿杏他娘把阿杏叫到房里，苦口婆心的劝：杏儿啊，娘知道你大了，有心思了，可这事儿得我们做父母的给你操持。那石头，你要是真喜欢，让你爹去探探他的口风，把事儿挑明了。你这样天天魂不守舍的，像什么样子？阿杏听了，眼圈一红，眼泪就下来了，却一个劲儿的摇头，嘴里翻来覆去就一句话：娘，你别问了，别问了。问也问不出个所以然。阿杏他爹一跺脚，干脆请来了县城的李郎中。李郎中是个50多岁的小老头，医术高明。他给阿杏搭了半天脉，又看了看舌苔，最后捻着山羊胡子，摇了摇头，对他爹娘说：姑娘身体没病，脉象平稳得很。那他这是咋了？阿杏他娘急得不行。李郎中沉吟了半晌，高深莫测地吐出2个字：心病。这下连郎中都这么说了，阿杏思春的事算是板上钉钉了。他爹娘唉声叹气，却也无可奈何。村里人更是把这当成了一桩风流趣闻，茶余饭后都要拿出来说笑一番。只有阿杏自己知道，他心里藏着的根本不是什么旖旎的春情，而是一个能要了人命的秘密。她的确是想男人，但不是想嫁给那个男人，而是想救那个男人的命。那个男人就是石头，而石头也根本不叫石头。事情要回到半年前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那天晚上，阿杏的娘突发疾病，家里治腹痛的草药用完了，他爹腿脚不便，阿杏心急如焚，便披着蓑衣，打着灯笼，深更半夜去后山采药。后山的路本就难走，被雨水一冲，更是泥泞湿滑。阿杏提心吊胆地走到半山腰，忽然听到一阵微弱的呻吟声，那声音被风雨声掩盖着，若有若无，像受伤的小兽。阿杏胆子大，循着声音找过去，在山涧旁的一处草丛里发现了一个浑身是血的人。那人穿着一身黑衣，已经被雨水浸透，紧紧贴在身上。他蜷缩在地上，一只手捂着胸口，鲜血正从他指缝里不断地涌出来。阿杏吓了一跳，但借着灯笼微弱的光，他看清了那人的脸，是石头。那时候石头来村里已经快3年了，但阿杏跟他几乎没说过话。他只知道他是个沉默的石匠，住在村西的破窑洞里。石头大哥，阿杏试探着喊了一声。那人听到声音，挣扎着抬起头，眼神里充满了警惕和戒备，像一头被逼到绝境的狼。他看清是阿杏，一个手无寸铁的村姑，眼里的凶光才稍微褪去一些，但依旧紧绷着身体。你怎么在这里？
他的声音沙哑虚弱，带着浓重的喘息。我娘病了，我来采药。阿信说着，看到他胸口的伤，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你这是怎么了？被野兽伤了。石头苦笑了一下，摇了摇头，没说话。阿信虽然没见过什么世面，但也知道这伤口整齐，绝不是野兽的爪牙能造成的，分明是利器所伤。他心里害怕，但看着石头那张因失血而惨白如纸的脸，善良让他压过了恐惧。你伤得很重，得赶紧包扎，不然会没命的。阿信说着，就要撕自己的裙摆。别！石头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他的手冰冷却很有力。不能让人知道我受了伤，尤其不能让人知道是我。阿信愣住了。石头看着他，那双平时总是有些空洞的眼睛里，此刻满是恳求和挣扎。他喘息了许久，才低声说：姑娘，求你救我一命，日后定当厚报，但请你一定替我保密。看着那双充满绝望的眼睛，阿信不知怎么的就点了头。那天晚上他没有去采药，他用自己瘦弱的肩膀半扶半拖地把石头弄回了他那个阴暗潮湿的窑洞。他不敢点灯，就在黑暗中借着从窑洞顶上破洞里漏下的一点微光，用自己带来的干净手帕笨拙地帮他擦拭伤口。那是一道很深的刀伤，从左胸一直划到腹部，皮肉外翻，看着就让人心惊肉跳。你得罪了什么人？阿信小声问。石头闭着眼睛，嘴唇发白，过了很久才说：一些要我命的人。他停顿了一下，又说：我不是石匠，我也不叫石头，我叫林静，家里遭了难，被人追杀，才躲到这里来的。阿信的心猛地一沉。他虽然是个村姑，但也听过说书先生讲的故事，知道这里面的凶险。那你……我原以为躲了3年已经安全了，没想到还是被他们找到了。林静的声音越来越低。今晚我出去探查情况，和他们动了手，我杀了他们2个人，自己也……阿信不敢再问下去了。他知道自己卷进了一件天大的麻烦里，他可以立刻转身就走，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官府也好，仇家也好，都跟他一个村姑没关系。可他看着躺在草堆上气息奄奄的林静，那双清亮的眼睛里闪过一丝不忍。他想起3年前这个男人刚到村里的时候，饿得皮包骨头，是他爹看得可怜，给了他一个窝头。他当时接过来，深深地鞠了一躬。他还记得上次他的篮子掉进水里，也是他二话不说跳下去捞的。他不是个坏人。就为了这个朴素的念头，阿信咬了咬牙，决定把这个秘密烂在肚子里。从那天起，阿信的生活就分成了2半。白天他还是那个勤快的孝顺的女儿，洗衣做饭，侍奉爹娘，但他的心里却时刻挂念着那个躺在窑洞里的男人。他的伤势很重，发起了高烧，整日里说胡话。阿信不敢请郎中，只能凭着自己从小跟外婆学的一些草药知识，每天偷偷跑到后山挖些清热解毒、止血生肌的草药，熬好了，再趁着夜深人静偷偷送到窑洞去。他需要钱，买更好的药，买干净的布条，买有营养的食物。可他一个姑娘家哪里来的钱？他只能拼命地做绣活。他把以前积攒下来准备做嫁妆的布料和丝线都拿了出来，没日没夜地绣。那些鸳鸯戏水的图案，不是因为他想嫁人，而是因为这种寓意好的绣品拿到镇上的绣庄能卖个好价钱。他开始变得魂不守舍，常常发呆。那不是在思春，那是在想
林静的烧退了没有？伤口有没有化脓？追杀他的人会不会再找来？他每天去溪边也不是为了看风景，而是因为溪边的位置正好能看到村口的路，他害怕看到有陌生的带着杀气的人进村。而当村里人开始风言风语说他看上了石头时，阿信一开始是又羞又急，可慢慢的他发现这竟然是最好的掩护。所有人都以为他是因为爱而变得不正常，也就没人会怀疑他那些反常举动的背后藏着一个惊天的秘密。当王婆绘声绘色地描述他和石头如何在溪边眉目传情时，阿信的脸红了，但那不是害羞，是害怕。他怕人们的关注会给林静带来危险，可他又不能反驳。他越反驳，大家就越觉得是少女的羞涩，反而会闹得更厉害。于是他只能选择沉默，默认了这场天大的误会。他甚至会有意无意地配合这种误会，比如当有人提到石头时，他会故意低下头，做出娇羞的样子。当他去给林静送饭送药，路过村里人的视线时，他会把头埋得很低，脚步匆匆，活脱脱一个去跟情郎幽会的小媳妇模样。这让他心里备受煎熬。她一个清清白白的姑娘，却要背上思春倒追的名声。夜深人静的时候，她也常常会哭，觉得自己委屈。但一想到窑洞里那个把性命托付给自己的男人，她就又把眼泪擦干了。林静的伤在阿信的精心照料下一天天好转，她不再发烧，伤口也开始愈合，她能坐起来，也能吃些东西了。他看着眼前这个为自己忙前忙后的姑娘，日渐消瘦的脸颊，眼底下淡淡的青黑色，心里充满了无以言表的感激和愧疚。阿信姑娘，有一天她终于能开口说一句完整的话了，让你受委屈了。她已经从阿信断断续续的描述中知道了村里的流言蜚语。阿信正在给她换药，闻言手顿了一下，摇了摇头，轻声说，没什么委屈的，只要你能好起来。林静看着他，那双清亮的眼睛里没有一丝一毫的暧昧情愫，只有纯粹的让人心安的善良。他沉默了很久，才说，等我好了，我会向全村人解释清楚，还你一个清白。阿信说，不用解释了，反而更麻烦。他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只要没人怀疑你受伤的事就好。他想得很明白，流言蜚语虽然难听，但终究伤不了性命。可一旦林静的秘密暴露，那是要掉脑袋的。就这样，一个拼命的装思春，一个拼命的装木头，两个活在巨大谎言里的人，靠着这种奇特的方式，勉强维持着脆弱的平衡。可麻烦终究还是找上门了。那天村里来了3个陌生人，他们骑着高头大马，腰里都配着刀，一看就不是普通人。他们进村后，不像别的过路人那样急着赶路，而是在村里四处打听。他们找到正在村口大槐树下纳凉的王婆，其中一个领头的刀疤脸皮笑肉不笑地问，大娘，跟您打听个人，3年前有没有一个20岁出头，身材高大，但脸色有点白，不太爱说话的年轻人到你们村来？王婆一听这描述，心里咯噔一下，这不就是石头吗？但他看这几个人凶神恶煞的样子，也不敢乱说话，便含糊道，外乡人来来往往的，我老婆子哪记得那么清啊？刀疤脸从怀里掏出一小块碎银子，塞到王婆手里，大娘您再仔细想想，这个人对我们很重要，他本是我们的一个远房侄子，犯了错从家里跑了，我们找了他好几年了。王婆捏着那点银子，心里就活泛了。她想起了阿信和石头的事，觉得这要是人家的亲戚找来了，说不定还能促成一桩好事呢。
于是他就把石头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说了，末了还添油加醋的把阿信思春的事也当笑话讲了一遍。我们村那个叫阿信的姑娘，为了他茶不思饭不想，人都瘦了一圈呢，整天往他那个破窑洞跑。现在的年轻人啊！刀疤脸和他的2个手下对视了一眼，眼神里都闪过一丝阴狠的笑意。哦，还有这事？刀疤脸不动声色地追问。那姑娘经常去窑洞？可不是嘛，一天不去都难受。王婆说得眉飞色舞。刀疤脸点点头，又问了窑洞的具体位置，便客气地告辞了。他们一走，在旁边一直没作声的李郎中心里却打起了鼓。他不像王婆那么糊涂，他行医多年，见多识广，那几个人身上的煞气根本不像是找亲戚的，倒像是寻仇的。而且他们描述的那个脸色有点白，让李郎中一下子想起了什么。他想起前段时间阿信偷偷到镇上的药铺买了好几味名贵的药材，当时他正好在药铺里跟老板聊天，看得清清楚楚。那几味药，比如血竭、三七，都是用来治极重的跌打刀伤的，而且药性猛烈，寻常人家根本用不上。当时他就觉得奇怪，一个好端端的姑娘家买这种药干什么？现在一联想，李郎中惊出了一身冷汗。阿信的思春是假，石头不是那个外乡人受伤是真。阿信那些反常的举动根本不是为了谈情说爱，而是在救人。李郎中越想越觉得后怕，他知道王婆嘴快，那几个煞神肯定已经知道了石头的藏身之处。他不敢耽搁，抄起小路就往阿信家跑。此时的阿信对村口的变故还一无所知，他刚把熬好的药汤装进一个小瓦罐里，用布包好，揣在怀里，正准备像往常一样，趁着黄昏人少的时候去窑洞。他刚走到门口，就碰上了气喘吁吁跑来的李郎中。阿信，快，出事了！李郎中拉住他，急急地说，村里来了几个不三不四的人，是冲着石头去的，你千万不能去窑洞。阿信一听，怀里的瓦罐哐当一声掉在地上，摔得粉碎，药汤混着泥土，冒着热气，他的脸瞬间变得惨白，比窑洞里养伤的林静还要白。他们来了。他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是啊，都怪王婆那张嘴，什么都跟人家说了。他们肯定已经知道石头在窑洞了。李郎中跺着脚说，你快躲起来，这事儿不是你能掺和的。阿信站在那里，浑身发抖，他脑子里一片空白，只剩下2个字，跑，快跑。他要去通知林静。他猛地推开李郎中，风里一样往村西头的方向跑去。他从来没有跑得那么快过，风声在耳边呼啸，两边的景物飞速地倒退。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赶在那几个人前面，一定要让林静快跑。他知道林静的伤还没好利索，根本不是那3个带刀大汉的对手。当他跑到窑洞口时，腿一软，差点跪在地上。只见那3个陌生人已经堵在了窑洞门口，刀疤脸手里提着刀，刀上还滴着血。另外2个人正从窑洞里往外拖人，被拖出来的人正是林静。他显然是经过了一番打斗，身上的伤口裂开了，鲜血染红了前襟。他的一条腿不自然地弯曲着，显然是被打断了。他被那2人死死地按在地上，动弹不得。林家的公子，我们可算找到你了。刀疤脸用刀背拍了拍林静的脸，冷笑道，躲了3年，躲到这么个穷乡僻壤，还跟个小村姑玩起了风花雪月，
日子过得挺滋润啊。林静吐了一口血沫，眼神像刀子一样盯着他。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这帮阉党的走狗。嘴还挺硬。刀疤脸狞笑一声，等把你的人头带回去给干爹复命，你想怎么做鬼都随你。动手！他身后一个汉子举起了手里的刀，就要朝林静的脖子砍下去。不要！一声凄厉的尖叫划破了黄昏的宁静。阿信冲了过来，张开双臂，像一只护崽的母鸡，挡在了林静身前。他瘦弱的身体在瑟瑟发抖，脸上满是泪水和恐惧，但他的眼神却异常坚定。那双清亮的眼睛此刻像两簇燃烧的火焰，直视着眼前的凶徒。你们不能杀他！他用尽全身力气喊道。刀疤脸愣了一下，随即笑了。哟，小情人来救驾了。小姑娘，我劝你别多管闲事，不然哥哥的刀可不长眼睛。他不是什么林公子，他就是我们村的石匠石头。阿信的大脑飞速运转，他知道这个时候承认林静的身份就是死路一条。他必须撒谎，撒一个弥天大谎。他是我的男人，我们早就好上了。他前些日子从山上摔下来，摔伤了腿和胸口，一直在养伤。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要平白无故地害我们？他哭喊着，话说得又急又快，带着一种豁出去的决绝。躺在地上的林静看着挡在自己身前的那个瘦弱的背影，心中巨震。他想让他快走，可他被按着，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刀疤脸眯起了眼睛，打量着阿信。小姑娘演得挺像啊，可惜我们不是3岁小孩。他是不是林静，我们比你清楚。他说着，一脚踹向阿信。阿信被踹得一个踉跄，摔倒在地，但他立刻又爬了起来，再次张开双臂，死死地护住林静。我说的都是真的，你们不信可以去村里问，全村人都知道我喜欢他，都知道我们是一对。他的声音里带着哭腔，却无比清晰。你们要是敢动他，我就一头撞死在这里。就在这剑拔弩张的时刻，村西头的路上忽然传来了一阵嘈杂的脚步声和呐喊声。站住！不准动！只见村长老当家带着几十个桃花溪的壮年汉子，手里拿着锄头、扁担、粪叉，黑压压地围了上来。跑在最前面的正是急得满头大汗的李郎中和阿信的爹娘。原来李郎中看阿信跑了，就知道要出事。他立刻跑到村里大喊，说有强盗要杀石头，还要欺负阿信。桃花溪的村民们虽然平时爱说闲话，爱看热闹，但骨子里却很团结，也很护短。他们可以自己人关起门来笑话阿信思春，但绝不允许外人来欺负他们村的姑娘。至于石头，虽然是个外乡人，但3年来也给村里打了不少好石磨，大家也都认他是个老实本分的手艺人。一听说外人要来村里行凶，这些淳朴的庄稼汉子们热血一上头，抄起家伙就冲了过来。王婆也跟在人群里，她看到眼前这副情景，吓得脸都白了。她这才明白自己那张嘴差点害了2条人命。她又悔又怕，指着刀疤脸就骂了起来：你们这些天杀的强盗，光天化日之下就敢行凶，还有没有王法了？刀疤脸和他2个手下被这阵仗吓了一跳。他们虽然凶悍，但毕竟只有3个人，面对几十个眼珠子都红了的村民，他们也有些发怵。误会，都是误会。刀疤脸连忙收起刀，挤出笑脸：我们是来找亲戚的，闹了点小矛盾。放你娘的屁！阿信爹是个暴脾气，他看到女儿嘴角挂着血丝，眼都红了，
举着一把锄头就冲了上去，敢动我女儿，老子跟你拼了！村民们也跟着呐喊，把3个人围得水泄不通。刀疤脸3人背靠着背，脸色发白。他们知道，今天要是动起手来，就算能杀了林静，他们自己也别想活着走出这个村子。乡亲们，听我说。刀疤脸还想狡辩，这个人是朝廷的要犯，我们是奉命来抓他的。你们要是窝藏要犯，可是要满门抄斩的。这话一出，有些村民犹豫了。他们不怕强盗，但怕官府。就在这时，阿信又一次站了出来。他擦干眼泪，挺直了腰杆，朗声说道：大家别信他的，他就是个强盗。如果他们真是官差，为什么没有官府的文书？为什么一见面就要杀人？他们就是看我们石头老实，想抢他辛苦赚来的几个钱。他转过头，看着所有的村民，那双清亮的眼睛里闪烁着前所未有的光芒。乡亲们，石头哥是3年前逃难到我们村的，这3年来他没偷过没抢过，本本分分靠手艺吃饭。王大伯家的磨是他打的，李二叔家的猪草是他凿的。他是不是好人，大家心里都有一杆秤。我阿信是喜欢他，我就是喜欢他老实，喜欢他本分，我愿意跟他过苦日子。今天谁要是敢动他一根汗毛，就先从我阿信的尸体上跨过去。这一番话说的是掷地有声，荡气回肠。所有人都被镇住了。他们看着眼前这个平日里文静内向的姑娘，此刻却像一尊不可侵犯的女神。原来他们一直取笑的村姑思春，背后竟是如此深沉的不顾一切的真情。那些曾经说笑过阿信的村民脸上都火辣辣的，充满了愧疚和敬佩。林静躺在地上，看着那个为自己挺身而出的背影，眼眶湿润了。他知道，这个姑娘说的每一句喜欢，都是为了救她的命而编造的谎言。可这谎言却比任何一句真情告白都更让他心动，更让他震撼。村民们的情绪再次被点燃了。对，石头是好人，不能让他们把人带走，跟他们拼了。眼看一场血腥的械斗就要爆发，忽然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从村口的大路上由远及近，迅速传来。尘土飞扬中，10几骑快马冲进了村子。为首的是一个身穿官服、面容威严的中年将军，他们身后还跟着一队手持长矛的兵士。村民们都愣住了，心想这下坏了，真的官兵来了。刀疤脸3人看到来人，却是面如死灰，因为他们认得为首的那个将军是京城禁军的统领，根本不是他们那个干爹能指挥得动的人。那将军翻身下马，目光如电，扫视了一圈，最后落在了被按在地上的林静身上。他快步走上前，看清林静的脸后，神情一激动，单膝跪地，抱拳道：少将军，末将来迟，让您受苦了。这一声少将军如同一道惊雷，在所有人耳边炸响。村民们全都傻眼了。石匠石头是少将军，林静，不，现在应该叫他林静了。他挣扎着想坐起来，那将军连忙扶住他，又命人给刀疤脸3人绑了。事情很快就清楚了。原来林静的父亲是当朝的护国大将军林威，为人正直，战功赫赫，但也因此得罪了朝中一个权势滔天的奸臣。3年前，奸臣捏造罪名，诬陷林家通敌叛国，皇帝一时不察，下旨抄家。林威大将军在被捕前，拼死将唯一的儿子林静送出京城，让他隐姓埋名，以待时机。林静一路逃亡，最后流落到了桃花溪。
而追杀他的正是那奸臣派出的杀手。就在半个月前，远在边关的一位老将军得知林家蒙冤，冒死回京，向皇帝呈上了奸臣通敌的帖证。皇帝震怒，下令彻查，奸臣的阴谋败露，被抄家下狱，林家的冤案也得以昭雪。皇帝感念林威大将军的功劳，下令恢复林家的一切爵位和荣耀，并派人四处寻找林敬的下落。这位禁军统领正是奉了皇命一路寻到此处的。真相大白，全村人都惊得说不出话来。他们怎么也想不到，那个在村里默默打了3年石头的穷石匠，竟然是威名赫赫的大将军的儿子。而他们更想不到的是，他们一直当成笑话看的村姑思春，竟然是一个善良勇敢的姑娘，舍命保护落难英雄的悲壮故事。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阿信身上。阿信也愣住了，他呆呆地看着被众人簇拥的林敬，一时间还没从巨大的变故中反应过来。他心里有些空落落的，又有些释然。他得救了，这就好。至于他到底是谁，好像也没那么重要了。林敬在兵士的搀扶下站了起来，他没有理会任何人，而是径直走到了阿信面前。他看着这个为了自己名声受损、担惊受怕，甚至不惜以命相搏的姑娘，眼中充满了无限的温柔和感激。他当着所有人的面，郑重地向阿信深深地鞠了一躬。阿信姑娘，救命之恩，林敬永世不忘。阿信连忙摆手，我没做什么。林敬却摇了摇头，他直起身，目光灼灼地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道：你做了很多，你给了我第2次生命。村里人都说你思春，说你喜欢我。以前那是个误会，是个你为了救我而编造的谎言。但从今天起，我希望能让这个谎言变成真的。他顿了顿，声音变得无比真诚。阿信姑娘，我林敬想娶你为妻，不为报恩，只因这半年来你的善良、你的勇敢、你的坚韧早已刻在了我的心里。你愿意给我一个机会，让我用一生来守护你，就像你曾守护我一样吗？这番话比刚才的少将军还要让人震惊。一个是大将军的公子，前途无量；一个是小小的农家村姑，这身份差得有108000里远。阿信彻底懵了，他抬起头，看到林敬那双真诚的、充满爱意的眼睛。那不是遥不可及的少将军的眼睛，那还是那个他在窑洞里悉心照料过的虚弱而坚毅的男人的眼睛。他的脸这一次是真的红了，红得像天边的晚霞，像出嫁的新娘。在全村人羡慕和祝福的目光中，阿信看着林敬，终于轻轻地点了点头。故事的结局自然是皆大欢喜。林敬没有马上回京城，他用皇帝赏赐的千金，先为桃花溪做了一件大事。他出钱把村里那座摇摇欲坠的木桥修成了一座坚固气派的石桥。他亲自设计，亲自监工，就像他以前打石磨一样认真。村里人都说林少将军没忘本，心里还记着自己是石匠石头呢。那座桥后来就被村民们叫做思春桥，用来纪念阿信那段看似荒唐实则伟大的恋情。林敬还为村里修了学堂，请来了先生，让村里的孩子都能读书。他还出钱修缮了水利，让桃花溪的田地再也不怕干旱。他用自己的方式报答了每一个曾经保护过他、接纳过他的村民。就连当初那个差点害死他的王婆，他也没有追究，只是温和地劝了他一句：大娘，以后说话可得慢一点。王婆羞愧得无地自容，从此以后
再也不敢乱嚼舌根了。半年后，在桃花溪盛开的最灿烂的季节，林静用最隆重的礼节迎娶了阿信。出嫁那天，阿信穿着一身漂亮的嫁衣，坐在高头大马上，看着前来送亲的乡亲们，看着那座崭新的思春桥，看着身边那个英俊挺拔的男人，他的心里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幸福和安宁。他知道，他的思春终于有了一个最圆满的结局。那不是一场少女怀春的梦，而是一段用善良和勇气浇灌出来的，足以流传后世的传奇。好人终究是会有好报的。